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中国人有一把茶壶，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。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没有太多感受啊。等我到了这个岁数，我觉得这感受非常强烈。实际上，中国人到哪儿呢，都愿意喝热水、喝热茶。尤其你出国到美国，给这么大一块牛排啊，你一天又累又油腻，所以非常希望喝到热茶。喝茶呢，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喝茶就是拿一大茶缸子，直接在茶缸子里一沏，然后喝一天。今天讲究又重拾我们的茶壶，我们这一讲就讲壶。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喝茶都比较注重盏，对吧？这盏，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讲讲这个盏啊。这个对壶呢不是太讲究，经常就是一把壶打天下。那么实际上喝茶有很多讲究，这个茶呢，首先是跟壶发生关系，不是跟盏发生关系。那么好多年以前我就想啊，因为我这收藏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，我自个儿各种壶也多了去了，也没统计过，几百把壶总是有的。我就想，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做出一些好壶来？因为我这个看呢啊，就是经常转来转去，有时想买把好壶并不那么容易。我们经常看到的壶啊，都是中看不中用啊。这壶看着很好看，你用起来非常难用。什么叫难用呢？就比如这出水不畅，比如呢断水不好。什么叫断水不好？这壶啊，应该是这水倒出来，想停的时候，任意时候都可以停，不管是急停还是缓停，水都不应该顺着壶嘴回流。可不幸的是，我们大部分壶嘴都会回流。你看到餐厅去啊，尤其到广东地区那餐厅，那壶嘴上都套一个塑料的套，拿剪子一剪，剪一个很尖的口，它就是防止回流。我们现在有很多茶道师啊，左手执金，右手执壶，不停地擦这壶。为什么他要擦呢？因为这个茶水老回流。过去啊，古人唐代的时候准备那茶巾啊，不是干这个的。它不是直接让你手里能拿一块这个茶巾不停地擦拭这个壶。我曾经跟有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事儿，他回去问他师傅，他师傅说得好，他师傅说呢，拿这茶巾呢擦这茶壶是一种情趣。我先告诉你，古人没这情趣，因为他的壶好，不需要去擦拭，壶是干净的。我有一个态度啊，就是这壶无论多么好看啊，材质采用多么高级的材料，只要它不能用，它一定不是好壶。好壶的第一标准呢，就一定是好用。你看，我今天拿来了9把壶，9加1把，任何一把都好用。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演示啊，你们会觉得很神奇。它有那么神奇吗？它就神奇。至少我有这个做壶的心愿，有个10年8年了吧。但付诸实施呢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首先，我要找到好的工艺师，能达到我内心的一个要求。因为我不是做一把壶，我是要做一组壶。为什么要做一组壶呢？是因为每个壶的功能不一样。我们不能靠一把壶打天下呀！啊，过去我姥爷就是一把壶打天下，打我记事起到我姥爷离开我们啊，他都是一把壶啊，就从头到尾是一把壶。当然了，他也就喝一种茶，他就喝老北京的花茶。那么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，首先要找设计师，对吧？我得跟设计师沟通，我就找了石大宇先生啊。石大宇先生是这个美籍华人啊，他是华人获德国红点奖最早的设计大师了。找他跟他聊天，聊得就是很高兴，很通透，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去啊。过去说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嘛，你得俩人能说到一块儿，你才能干这件事儿。我当时呢就想，我要做几把壶呢？一下就想起中国的9宫格来了啊！我这个9宫格啊，就是一井字儿，9个格，那我就做9把壶。这个架子是石大宇先生设计的。那么过去啊，这个有一个
九九消寒帖啊。这个九九消寒图呢，它是一个字帖，它上面写着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，每个字都是9笔。我们从数9那天开始啊，从数9那一天开始，每天写1笔啊，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。那么每天写这1笔呢，你听着容易吧？其实这特难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接气啊。你说这有什么不接气？不就第1天点个点儿停，第2天画一横，第3天写个数，第4天写个折，它没那么容易。你比如你找一个你最熟悉的歌，你每天就唱1句，第2天接着那句再唱1句，你试试，它特难。过去九九消寒图呢是每天写1笔，当把这9个字写完，这冬天就过去了，春天就来了，所以叫九九消寒图。那么我就用这个寓意，我也写一个啊，每个也写9个字嘛，9宫图嘛，9宫格里啊填9个字，每个字9笔。我就琢磨来琢磨去，就写下这样一句话，叫“杯敬茶香，后代优品刻”。这字刻在这架子后面。那当我们把这个字排列上去，就是忽然发现啊，这字儿啊，从哪个角落都可以读起。从右侧起，竖读“杯敬茶香，后代优品刻”，这是它原本的状态。这个横着读啊，叫“杯香优，敬后品，茶待客”。如果从左起呢，是“幽香杯，品后敬，客待茶”。如果从左侧竖读起呢，叫“优品客，香后待，杯敬茶”，它全能读通。这为什么能读通呢？是因为中国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，只要你把这意思能够堆在一起，它就可能读通。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9宫壶啊的最初的初衷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壶上，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壶都设计好？这壶有好多种啊。我们首先说，它有一种单柄直壶啊。我们唐代叫急须，现在中国人没有。一看说这壶这不是日本壶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壶就是中国壶，唐代就有了，到宋代非常流行啊。这个在宋代的诗歌里都有表述，这种壶叫急须，日语中到今天也叫急须，就是你特别的需要。那么呢，再有呢就是直壶啊，你看直壶我们都知道得带把儿，这是直壶带把儿啊，得有直壶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提梁壶，从上面开始提梁啊，提梁壶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敞流壶，一会儿我都给你看，就是我们的壶的基本形态，这9把里都囊括了。这里呢还有一把左手壶。你知道啊，经过统计啊，生活中左手的人啊占1/9，我们正好9把壶啊，所以有1把是左手壶，这叫人文关怀。我去这个日本的时候，日本有个锦市场，这个锦市场呢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有次店，很小的一个店啊。你们到了京都锦市场，一定要进有次店看看，在里头买一件东西。它卖什么的吗？卖菜刀的。这个店呢有400多年历史啊，它是相当于我们明朝嘉靖年间建立的，它就是卖菜刀。但你注意看，它是有左手刀。我们啊，这左撇子切一辈子菜，他就没想过还有左手刀，我们就没有这种人文关怀。他这店里就有左手菜刀，所以对我就是个提示。那我就在上面呢，就选择做了一把左手急须。你可能使的时候，你要右手的人，你可能这有点别扭啊。对，这不是为你做的，是为左撇子做的。那么这9把壶啊，这9把壶呢，材质不一，工艺不一啊。那我们要求工匠做的时候呢，有很多苛刻的要求，比如对它的密封啊，比如对它的出水的流畅，比如对它的材质、造型等等一大堆要求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寻这工匠。我应该说还认识很多工匠，打听来打听去呢，人家都不接活儿，人都觉得您这活儿有点忒难啊。我们如果达不到要求，说这个面丢了还不算，朋友也丢了，所以干脆就不接这活儿，不干。不干就不干，我找不着人，我在国内找不着人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奔了台湾了
因为台湾还有人啊，几十年来就干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做这手工。当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呢，很多工艺师也有点心里打鼓，就觉得你这要求有点苛刻，万一我们做不成怎么办呢？这个说就不接这活了。那我一下就没了辙了，没了辙呢，我就跟石大宇先生商量说，咱要不然咱就奔日本看看去。我们俩就奔了日本啊，去找啊。日本有很多师傅，一辈子干这事儿。日本有很多制瓷制陶的大师，叫人间国宝啊。人间国宝有点相当于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，就这路子。我们到日本找到了以后，这些大师们跟他们聊啊，他们觉得这事儿是做壶的最基本的条件。你看，这个态度就不一样。他认为你这个要求啊，你尽管要求，我一定要达到你的要求。我要达不到你的要求呢，那我就不收你钱嘛。过去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，那现在他肯定是有这金刚钻，所以他们就把我们这活给接了。有多少个人呢？做这套壶呢？有4个工艺大师，4个人动手，一个人干不完。我们想做多少呢？我当时想，这壶我要做多少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想了想，就主观的一想，这事儿咱就干1年啊，就做365套，多一套我都不做。我们就以这个基数跟人家工匠师去谈啊，跟工匠谈。工匠说365套，说您这个得做10年。我一听，我10年不成，我这头发都白了。10年以后我头发都没了啊。说不行，咱能不能加快速度？啊，能不能1年把这做出来？那人日本人说这事儿肯定不行，就不探讨了。说你这个让我们做，我们就慢慢悠着做啊，做10年。我说你这个中国人都是加班加点把这事儿做出来，您这老拖着不成啊？最后左商量右商量，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啊，就我们做3年啊，准备时间不算，从动手那天算起，做3年。现在做了几年了呢？估计把这事儿完了啊，没5年也差不多。得花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前面准备的时间不要算啊，就制作这个时间，他宁肯在工期上拖了你，他质量上不给你偷工减料啊，他不给你投机取巧，所以这事儿做了大约5年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把这事儿做完啊。这些老师傅们，这个工匠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，他一辈子就做壶，他啥事儿都不干，他就干这一个。他也没什么工作室，他所有的事儿都不假别人之手，就是自个儿，没有徒弟啊。有的是有这个儿子，这儿子呢不干，儿子要接班的时候您就甭干了啊，您不干了，这儿子才接上班，所以他都是一个人干活。人家这一个人干活是真是一个人干活，他的这把壶从这个做泥开始，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，一直到把他这把壶交给你啊，中间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一下。比如啊，有一把壶啊，我们先来看看啊，这壶呢太神了，就是这把左手壶啊。这左手壶呢，你看啊，左手急需。这把壶有一名字叫千日啊。你知道啊，这里的壶的名字全是我起的，其实不是我生起的，是我从这个唐宋诗词中呢找来的。每一个壶的壶名都有出处啊，这里头有一本书上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。这把壶啊，大唐，注意看，很大的唐啊，它是在这所有壶里应该是容量算最大的。它喝什么茶的呢？它是喝普洱的。它上面这种啊，哩哩啦啦的这种釉点，这种东西呢，工艺叫藻挂。什么叫藻挂呀？就是海藻啊，海藻就是海草。这种藻挂呢，是这老爷子的一门独门绝技啊。他把壶烧好以后，啊，他去海边捡那个海草，捡了海草以后呢，他把它晾干，晾干以后呢，他把它捆在这个壶上，拿棉线一点一点捆，捆完了跟一个鸟窝似的捆的，捆完了以后再烧一遍，然后这藻挂中就有这种釉点，就吃在这上面了，
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相当于指纹。所以收藏壶的，我们这壶有编号啊，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二个。就换句话说，只要跟证书上的不一样，它肯定是后做的啊。那么这种早挂技术，我没有看到中国，起码我没有看到中国有瓷器去这么烧。那我当时就觉得它这太慢啊，说您这早挂壶不就点海草吗？您能不能拆一个人到海边捡点儿？然后您能不能晾干了绑壶的时候让别人绑？您那么大岁数啊，您这个又自个儿亲自动手，手脚又慢啊，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让别人做？老先生绝对不干啊！这壶是我做的，我一人对他负责。就所有的事儿，我一定不经过别人之手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精神洁癖。我们就缺乏点精神洁癖。我们这事儿肯定是徒弟，哎，海边给我弄点去，来一个人帮着捆捆啊，最后搁炉子里一烧，我做的，这我做的就不纯粹。你看人家做的就特纯粹。这把壶啊，容量在这里呢是最大的，它是喝普洱的。为什么它是喝普洱的呢？这个普洱不怕泡啊，量大点，一次喝不完，慢慢倒，再兑水都不怕，所以它量一定要大。它上面这层藻挂呀，大部分人不太容易接受啊，这甩的乱七八糟的，好像感觉其实就是这藻挂最漂亮。这种藻挂呢，第一它是自然形成的，每个都跟人的指纹一样，它非常个性化。第二，你注意看这藻挂的颜色不一样，就是它浅的地方是绿的，深的地方是黑的。然后这个釉呢很奇怪，它在高温下深入胎骨。直接就深入胎骨里面去了，你在这个强光下、阳光下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种藻挂的不规则性是它的美丽的所在。我们的美有很多种，一种是规律性的，有很多人能看懂，比如打一格子、方格子啊，打得齐齐整整的，大家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很美啊，这个格子很有节奏感呢。像这类没有节奏感，它的随意是它美的一种表达，美的表达有多种多样。我们不强求所有的表达是一种类型的，在九宫壶上呢，这种美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啊。这是左手壶啊，我们这个9把壶里的唯一的一把左手壶。这把壶叫千日啊，千日这个来自于宋词啊，宋词有一个叫毛庞啊，磅礴的磅啊，毛庞，它有一个蝶恋花，它里头就说呢，七盏能省千日卧啊，七盏啊能省千日卧，所以我当时想千日这俩字儿不错，而且这字儿呢有点古意啊。有人跟我说你听着这名字就像日本名字，我说不是，这是咱中国人起的，这是咱中国人的诗词啊，我就摘出俩字儿，毛庞的蝶恋花这首词就叫宋茶，我这里的名字啊，除一首，啊，剩下的8首全都跟茶直接发生关系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个啊，再说第一把壶，望岩啊，我们再说这把红色的望岩啊，这种朱泥壶我们现在好像很时髦嘛？你觉得这有什么呀？这没什么大不了，这不是满街都是吗？哎，它就跟满街那都不一样啊。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是朱泥的啊，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的壶的那种状态的啊，朱泥小壶。它身上啊麻麻哒哒啊，麻麻哒哒。这个朱泥小壶呢，它叫望岩，这个名字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诗啊。这个他这个诗也是茶宴啊，叫茶宴。与赵举茶宴啊，他开篇就说“竹下望岩对紫茶”，对吧？对紫茶，那这茶喝什么茶的呢？这茶壶呢？这茶壶呢是喝乌龙茶的，乌龙茶的。这个壶也有一个邪门的事儿啊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事儿，我得跟你说，我不说吧，你说这不就是一壶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先告诉你，大不了是这事儿。这壶啊，全都成型以后啊，这工匠拿一小锤捧着这壶，跟念经似的啊，锤它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锤好几千下，怎么锤？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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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锤。
这个泥软的时候不能锤，泥硬了也不能锤，就是在那半软不硬的时候，就把它锤出来。所以它上面呢有一种肌理，有一种肌理。那你说这锤我也能锤啊，大不了，但是你没那耐心。你想想，这把壶要做365把，他永远是他自己锤，他也没徒弟。他也没工作室啊，他也不让别人锤，他就自个儿锤。他耐着性子，每天他觉得锤这一把壶啊，他不是每天锤一把啊，他每天锤一把，他1年就能交给我。他5年来，他锤了300多把壶，就这么锤。每一把都跟第一把似的那种去锤法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锤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啊，但他锤子有意思。他这锤子啊是纯金的。黄金的，他认为用其他金属锤出来的，那就不对了。而且你就说，哎呦，这事儿是不是矫情啊？我拿铜锤怎么了？我拿铜锤锤出来你也看不见啊，是看不见，心里的事儿。你知道，人之所以伟大，是伟大在心里，伟大在暗处，看见的东西都不伟大，明白了吧？所以我们如果内心有一个追求，一定是内心的这个追求不能让人看见。所以这把壶叫忘年啊，喝乌龙茶的。你看这9把壶，如果我把每把壶都跟你说了，这挺啰嗦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啊。所以我们再捡一个说啊，捡一个你爱听的说，就是你不知道、你不懂的。你看这壶啊，这壶呢叫韩愈啊，韩愈不是那电影演员张涵予啊。韩愈就是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这首诗熟吧？王昌龄的啊，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这是这9把壶里唯一这诗歌跟茶没有直接关系的。我为什么要把这首诗这个引进呢？为什么这把壶又叫韩愈呢？是因为这是喝冰茶的。你们听着这事儿神了吧？你喝茶全是烧开了水吧？这就是喝冰茶。你说哪来的冰茶？你知道台湾有一种饮料叫冰红茶吧？冰茶吧，那是受这个启发。古人是这样喝冰茶。我们先看看啊，这盖儿打开，看这篦子没有？这篦子非常密集。把最嫩的茶叶，什么叫最嫩的茶叶呢？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啊，比如第一波的龙井，第一波的白茶啊，第一波的碧螺春都可以，只要是最嫩的茶，底下铺一点儿，然后把冰块拿来啊，冰块拿来码齐了，把这盖儿盖上去。这冰块得这么多，看见没有？得鼓起一块来。然后你就看着它一点一点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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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盖盐。盖盐以后呢，等它彻底化完了，搁几个小时，你把它倒出来喝啊。我保你没喝过啊，你喝上时候感受一定是尖叫啊。这是韩愈啊，这个茶壶在这9把壶里。废品率最高，它的成活率是1/9，烧100把壶只能成功11把，难度极大啊！这个壶形极为神奇啊。那我们再看这禅经啊，禅经，这把壶有意思，壶身呐，跟壶盖不一样。壶身呢是糙的、麻的，壶盖是光洁的，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。这是一把直壶啊，这把壶呢，它也有窑变现象，我们能看到上面是黑的，底下呢是这个棕色的，它有这种边际线，这种边际线有点像云山雾罩的感觉啊。这把壶是泡黑茶的。黑茶呢，其实也是高发酵的一种茶啊。这壶啊，是这个名出自于唐代一个和尚叫皎然啊，
这个皎然和尚，他写的一首诗呢，其中有一句叫"稍与禅经尽，辽江睡网赊"，我就取名叫禅经啊，有点禅意。这壶啊，我们先说它器型啊，第一，饱满啊，饱满，圆润，跟圆珠一样。它壶身的这种糙面和盖上的这种光洁的面呢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这是它美的一个存在。它这种存在是一定靠对比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它身子和盖是采用都是光洁的，或者身子和盖都采用是这种糙面的、麻面的，它的对比就没这么强烈。而在这种强烈中呢，它留有这种晕啊，这种晕散。这种晕散呢，自然界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晕散啊，就是你到山区去啊，早上起来，尤其南方啊，这种雾霭，这种飘动的感觉，这壶就是这种感觉。这壶呢，握在手里的大小特合适啊，这个倒茶的时候非常的舒适啊，非常舒适。再看，云鱼啊，云鱼，这是把提梁壶啊。这把提梁壶可能很受欢迎，所以淘宝上有假的，啊，我看见过有假的，假的还卖5、6千呢，好贵啊！它的把儿是金属的，这个金属把儿是靠人工锤叠出来的啊，就是手工一点一点锤出来的，锤完了呢，它就要这种糙劲儿。粗糙是一种美啊，细致是一种美，粗糙是另一种美。尤其在我们今天细致的生活中，这种粗糙美特别难得。我们生活的由于工业化的出现啊，我们的使用的这种器具器皿呢，都变得非常精致，所以偶尔有一种粗糙感的这种壶柄，你攥在手里，心里是踏实的。你看它这个壶盖啊，壶盖上全是皲裂啊，全是皲裂纹，它跟这个提梁的这种粗糙感呢是相得益彰的。这把壶呢是泡花茶的啊，花茶这茶呀有点问题啊，这个南方人都不喝，南方人认为北方人喝这个花茶是一土鳖啊，说你这个茶你搁什么异味，喝的就是茶，你里头搁花还搁茉莉花，多土一事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在北京一点都不土。它为什么不土呢？是因为过去北京的水太烂了。北京的水碱性十足啊！北京过去那壶烧完开水，那壶里全是壶碱，所以它必须用这种花香去遮这种水的这种苦涩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茉莉花茶。北京的茉莉花茶有非常昂贵的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最贵的茉莉花茶几十块钱一斤啊，你今天听着几十块钱。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工匠美学。我们讲美学啊，不是你在大学听宗白华先生、听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概论。我要讲的这种美学是你生活中的美学。你有时候你到商店去啊，到商场去买东西，远远的就看着，就说这东西怎么不好看呢？这东西怎么好看呢？这其实都是你对美的一种判断。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，说美盲比文盲还可怕。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呢？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很好，经常要面对美的事物。那你怎么去判断它呢？我们今天就多讲一点工匠美学。我们先讲一小故事啊。有一个寺院，有一个小和尚啊，师傅让他去扫落叶。那小和尚呢，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。师傅看了看，摇头啊，也不说话。第二天呢，小和尚又去扫啊，又扫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师傅还是摇头。第3天呢，依然如此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和尚呢扫得干干净净，来了一阵微风，又落下几片叶子。这时候师傅看呢，点点头说：“这下可以了。”那么，这就是美学的一个境界。那怎么你判断这个境界呢？我告诉你，就很简单，它就2个字，叫做感觉。你的感觉跟别人的感觉是否一致？或者说你的感觉跟高手的感觉是否一致？你的感觉跟你师傅的感觉是否一致？这个
强调的是感觉。那么日本流行的一种美学呢，叫侘寂。侘这个字呢，在今天的汉语中呢，几乎不用了啊！你不去读古文献，基本上碰不到这个字。那我们理解起这个字，往往看着这个字啊，它不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宅吗？宅男宅女的宅吗？那你会理解成它就是个宅字吧？哎，这就不是个宅字，这就是一个侘字，跟今天我们诧异的侘这个字同音。日语中的侘寂呢，是对富贵的、华丽的、鲜艳的、豪华的、繁琐的这些状态的事物的一个否定，不是肯定，是否定。那他要的是什么呢？他要的是朴质、节制的、冷瘦的、寂寞的、幼拙的，甚至是枯萎的。他要的是这样一种状态。那怎么去理解这个状态呢？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啊。对绘画史有所了解的人知道，元代有个大画家叫倪云林啊，他画的山水画叫枯山水，枯枝啊，枯枝树，那树上都没什么树叶子，远处的山水呢也画的没那么湿润。它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对应的是青绿山水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前些日子故宫博物院展览过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啊，那是青绿山水。枯山水对的就是青绿山水，它是两种审美的极端两个境界。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这种枯山水侘寂的境界。日本有这样一个故事啊，千利休啊创造了一个茶道门派，他在京都的家里呢种了一大片牵牛花，夏天到了，牵牛花盛开，非常漂亮。那么丰臣秀吉听说以后呢，就想去看看，结果千利休就下帖子，请丰臣秀吉来家看看，欣赏我的牵牛花，准备茶会。可当丰臣秀吉带着一众人马到他家的时候呢，满庭院的牵牛花全都没了，全部都被摘去了。丰臣秀吉就火了，说你请我来看花，居然没有花，怒气冲冲一进屋，茶室一个花瓶插着一枝牵牛花，上面还带着露水。千利休把所有的花卉都毁掉，剩下这一枝，表达的就是侘寂的这种感觉。我不知道你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内心一动？这是日本美学史上最著名的例子了，告诉你审美不是满视野都是就一定是美的，孤独一枝也可能更美。这种极端的审美例子呢，我们一般都能听懂。九宫茶家时，我们在设计这套茶具的时候呢，也受侘寂美学的一个影响。它的美学基础实际上跟中国的哲学思想呢是不谋而合的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你会看到有些审美不符合侘寂的这种美学思想。比如我们看看这个花叉吧，这个花叉呢，叫远秀。远秀呢是从辛弃疾的《满江红》中呢这个摘出来的啊。云破林梢天远秀，月临屋角分层阁。云破林梢天远秀，这个远秀这个词儿是从这儿来的。这个花叉是用宋代都没有达到的官釉做的，宋代烧不了这么好的瓷。我们都知道，宋代是中国古代陶瓷的一个巅峰，五大名窑，大家都知道《鲁关歌军令》。那么这种颜色对宋朝人来说，他们追求过，但它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。为什么它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呢？你们仔细看啊，这个花叉，它的颜色，它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它是淡淡的灰色。灰色瓷器是非常高级的。我猜测一下，你们家绝对没有灰色的瓷器。前些年啊，有个法国的著名的设计师到博物馆来啊，中间呢，我跟他喝茶聊天的时候呢，我就给他拿了一些新的瓷器看。他对那些画的花里胡哨的瓷器呢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当我拿出这件灰色的瓷器的时候，他一下就愣在那儿了。
他说这个颜色没见过，但是这个颜色很高级，可以加入我们的奢侈品品牌。你看，法国的大设计师啊，一下就非常敏感的是这个颜色，灰色。这个花叉我们是有原型的，在观复博物馆里收藏着啊。它原型呢是龙泉青瓷，颜色是青翠的。我认为呢，这个青翠的这个龙泉瓷呢，它固然容易取悦于人，但它一定不如这个淡淡的灰色高级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灰色。从陶瓷专业上来说，这个灰依然属于青瓷，只不过它没有龙泉青瓷那种清脆，没有这种清脆那么诱人。它的诱人是要求你的审美者有极深的美学造诣。如果你能够提升自己，能够看出它的美，那你的美就大大的提升一步。那我就想啊，为什么我们选择一个灰呢？我告诉你，灰色特别有意思，它百搭啊。你仔细想，它上面插一个白玫瑰什么样子，插一个腊梅什么样子，插一个绣线菊什么样子。没有花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一束花去掉，依然它有极强的审美。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灰，灰在今天的生活中经常被赋予高级灰。我们再说说器物啊，器物，有人一定想知道九宫茶家是全套都有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依次让它登场啊。我们在介绍每一件东西的时候，一定强调它的工匠美学。我们先看第一把急须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急须啊，这个急须有一个名字叫东篱啊。这个东篱并不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的那儿来的，是从唐代皎然和尚那儿来的。他说：“九日山僧院，东篱菊也黄。”这把急须啊，这把壶叫东篱。他选择了最古老的一种形式啊，叫急需。急需就是着急呀，特别需要啊。急需今天的文物中啊，石头的、这个瓷器的，唐代都有，博物馆里都有收藏。这个词儿呢是中国人创造的，但是现在日本人还在应用，我们基本上不用了。咱们好像生活中没那么急的事儿啊，都喝茶都慢慢悠悠的事儿嘛，所以。中国历史上，唐代的时候大量做急需，但今天呢，没人做了啊。这个急需啊很有意思，我们先看一把老的吧，要不然你不知道唐代的急需跟我们今天的急需有什么相同，有什么不同。我们先看一把老的急需啊，看到了吧？这是一把唐代的孔雀石的急需，这个地方有个洞，可以穿入一个指头，非常容易拿。短流，这个流呢是个虎头，用的时候呢可以烧水，石头的可以加温，而且一旦加温以后，长时间可以保温。这是唐代的急需啊，器型非常饱满啊，摸着非常光滑，这个已经有1000多年了。你们看到这急需，你说我在这个茶具市场经常能看到这东西，没什么了不地的。前些年你看不到，这些年从日本输入很多，再加上我们的工匠也会学着做，所以这种急需就出现了啊。你说这也没什么了不地的，其实我告诉你，还真的不一样。这把急需跟你常见的急需呢有一点微妙的不同，这是日本工匠告诉我的，要不然我也没注意啊。我们的急需跟我们的直壶相比呢，直壶的壶柄啊和壶嘴呈180度，我们都是这么用啊。但急需呢，它的壶柄和壶嘴呈90度，我们都是这么用啊。你会用的人肯定是这样，堵住盖啊，防止盖掉下来，这么用。日本人做的这个急需呢，它有一个秘密，他不跟我们说啊。你时间长了，或者你跟他很熟，他才告诉你，就是它这个夹角不是90度。它低于90度，低于1到2度啊。比如它是89度或者88度，你用眼睛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啊。我告诉你以后，你自个儿盯着看，你觉得是这样，好像这个度数低于90度。你平时用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注意到。这日本工匠呢心细，他认为这种急需啊，
低于90度，便于使用，啊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中国人讲究什么呢？横平竖直。日本工匠不讲究这个，他讲究的是什么呢？暗藏杀机。所以，当你如果发现这壶，哎呦，你说这壶好像有一点偏里，是不是歪了？千万别问这句话，土了啊！你要是一拿这壶一看，说，哎呦，这壶好，这壶小于90度，这算你明白人。你说日本人啊，日本人烧的怎么这么好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好的。日本人这些所有好的传统都是我们传过去的，他们保留下来而已。清代咸丰年间有个叫金世衡的人啊，这个人据考证是安徽的铜山县人，他就把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制作紫砂的技艺带到了日本，日本又结合本地的材料，就烧出了这种东西，叫石器。我在这个过去啊，百家讲坛讲陶瓷时说过，粘土烧的叫陶器，瓷土烧的叫瓷器，但是用这种材料烧的，中国人叫紫砂。但实际上，科学上它叫石器，一个火字边一个石头的石，啊。那么急需啊，在北宋人的这个有一个叫黄常的人啊，他在这个一个诗里写道，他说：“既向鲜炉引飞瀑，一簇营生急需腹。腹就是腹部啊，急需就是这东西，一簇营生，水烧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出现声音。”那声音呜呜呜，就像一团蝇子飞啊！古人说的这个很有意思，松风也指的是快烧开了，营生也是快烧开了。那么日本呢，当年啊，隋唐的时候派遣隋使、遣唐使把饮茶的习惯就带回去了，所以许多中古时代的茶文化呢，在日本反而得以保存，急需就是一例。日本人呢，还管这种急需壶呢叫唐宇茶壶，那意思就是唐朝的陆羽的茶壶，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个本意。那么这把急需，它的容量比较小，它为什么容量做的比较小呢？它是为了便于你一个人使用。这个壶理论上讲是自斟自饮的，也可以2个人对饮，但不适合一大堆人围着去喝，所以上手非常轻盈啊。它的采用的材料呢，如同岩石一般啊，你看这种土黄色啊，你注意看，它的壶嘴周圈有一圈晕